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赵总，我敬你一杯。陈浩举起酒杯，赵志强笑着碰杯，眼神却有些闪躲。会议室里，香槟泡沫还在冒着气。林薇兴奋地说：“终于清理了这个隐患。”铃声突然响起，前台小张慌张跑进来：“赵总，华东集团孙总要取消所有合作。”香槟杯从赵志强手里滑落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陈浩把合同放在赵志强桌上，华东集团的单子谈下来了。赵志强翻开合同看了一眼，800万的订单，连续3个月，陈浩拿回来的单子都是公司最大的。不错，赵志强说。陈浩点点头就出去了。他不喜欢在领导面前多待。林薇从隔壁办公室走过来，他看到合同上的数字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又是陈浩的单子。赵志强合上合同，这小子最近风头很盛啊。赵志强没有回答，他看着窗外，下午的阳光有些刺眼。陈浩回到自己的位置，同事小刘凑过来：“又拿大单了。”“还行，你这业绩，估计年底奖金能拿不少。”陈浩笑笑，他不太在意奖金，他喜欢的是谈判时那种控制全局的感觉。华东集团的孙总昨天还打电话过来，说下个月还有个项目要谈。孙总说话很直接：“小陈，这次还是你来对接，我就认你。”电话是在办公室打的，几个同事都听到了。下班的时候，陈浩收拾东西，赵志强从他身边走过：“陈浩，明天早上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“好的，赵总。”陈浩觉得可能是要谈华东集团后续项目的事。第二天早上8点半，陈浩敲门进了赵志强办公室，坐。赵志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陈浩坐下。赵志强在泡茶，动作很慢，好像在思考什么。“最近工作怎么样？”“还可以，客户那边反馈都不错。”赵志强把茶杯推给陈浩：“有没有觉得工作压力大？”陈浩有点意外这个问题：“还好，我挺喜欢现在的工作。”“那就好。”赵志强喝了口茶。公司最近在调整架构，可能会有一些变化。陈浩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。什么变化？具体的还在讨论，到时候会通知大家。谈话就这样结束了。陈浩走出办公室，心里有些疑惑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小刘说起昨天的事：“我听说林薇在赵总那里待了很久。”“谈什么？”“不知道。不过他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。”陈浩夹了口菜，他不太喜欢打听这些事。财务部的小王也凑过来：“最近公司气氛有点奇怪。”“怎么奇怪？”小刘问。“高层开会比以前频繁了，而且每次都关着门。”陈浩听着没有说话，他只是专心吃饭。下午3点，陈浩的电话响了。是天成科技的张总。“小陈，上次那个方案我们老板很满意，什么时候能签合同？这周五可以吗？”“可以，还是老地方。”“行。”陈浩挂了电话。天成科技这个单子有600万，加上华东集团的，这个月他的业绩又要破纪录了。隔壁桌的同事老赵羡慕地说：“陈浩，你这业绩太牛了。”“运气好而已。”“什么运气？明明是实力，客户都指明要你。”陈浩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4点多的时候，人事部的王主任路过陈浩的位置，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继续向前走。陈浩觉得奇怪，王主任平时很健谈，今天怎么这样？傍晚时分，林薇路过陈浩的位置：“陈浩，明天的客户见面会你就不用参加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公司安排。”具体的问赵总。陈浩觉得奇怪，
客户见面会他一直都参加的，而且几个重要客户都是他在对接。他去找赵志强，赵志强正在和人事部的王主任说话，看到陈浩进来，两人停止了谈话。赵总，明天的客户见面会。哦，那个，赵志强打断了他，明天你休息一天吧，公司有其他安排。什么安排？回头再说。陈浩只好回到位置，他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。晚上加班的时候，陈浩听到隔壁会议室有声音，透过门缝，他看到赵志强、林威和几个高层在里面，声音很小，听不清在说什么。但陈浩看到他们几次看向他这边。周五的客户见面会，陈浩没有参加，他在办公室里整理资料。透过玻璃门，他看到林威在会议室里和几个客户谈笑风生。华东集团的孙总也来了。孙总进会议室的时候，还向外面看了一眼，大概是在找他。会议开了2个小时，陈浩听到里面传出笑声，但他觉得那些笑声有些勉强。中间休息的时候，有客户出来上厕所。博远贸易的李总看到陈浩，走了过来。小陈，怎么没参加会议？公司有其他安排。那可惜了，刚才林总监讲的方案，感觉不如你做的详细。李总说完就走了。陈浩心里有了数。会议结束后，孙总走出来，看到陈浩在位置上，走了过来。小陈，刚才怎么没看到你？公司有其他安排。孙总皱了皱眉，那个林总监讲的方案，我觉得有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细节上不够完善，还是你做的方案更靠谱？孙总说完就走了。陈浩心里明白了什么。下午，林威把陈浩叫到他办公室。上次华东集团的方案有些地方需要修改，他递给陈浩一份文件，按这个要求改一下。陈浩看了看文件，上面的要求和之前孙总的需求完全不一样。这些要求之前孙总没提过，是新要求，客户的需求会变化的。陈浩拿着文件回到位置，他给孙总打了个电话。孙总，华东集团的方案。什么方案？我们的方案不是已经定了吗？没有新要求啊。陈浩挂了电话。他明白了林威在做什么。接下来几天，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。天成科技的项目，林威说客户要延期。陈浩私下联系张总，张总说没有延期，还问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后续。博远贸易的合作，林威说对方觉得价格太高。陈浩查了一下，发现报价单上的数字被人改过了。基石投资的项目进度，林威也在从中作梗，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拖延。陈浩开始明白，有人在针对他，而且这个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周一早上，陈浩发现自己的电脑密码被改了，他去找 IT 部门，我的密码怎么改了？ IT 小张看了看系统，是人事部王主任申请修改的。说是安全检查。什么安全检查？不清楚，你去问王主任吧。陈浩去找王主任，王主任正在和林威说话，看到陈浩进来，两人立刻停止了对话。王主任，我的电脑密码。哦，那个。王主任有些尴尬，公司最近在做信息安全检查，暂时限制一些权限。什么权限？客户资料的访问权限。陈浩明白了，没有客户资料，他就无法正常工作。什么时候能恢复？这个要看检查结果。陈浩走出人事部，心情很沉重。他们不仅要边缘化他，还要彻底切断他与客户的联系。周三的例会，陈浩没有收到通知，他看到同事们都进了会议室，自己却被排除在外。小刘从会议室出来，偷偷告诉他，
会上讨论了业务重新分配的事，怎么分配？你负责的几个大客户可能要换人对接，什么理由？说是为了业务安全，不能让一个人掌握太多客户资源。陈浩坐在位置上，他看着会议室里的人，赵志强在讲话，林薇在做记录，其他人都在认真听着，没有人看向他这边，好像他已经不存在了。会议结束后，赵志强走到陈浩面前，陈浩，明天上午人事部找你谈话，谈什么？工作安排的事。那天晚上，陈浩失眠了，他在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第二天上午，人事部的王主任把陈浩叫到小会议室。陈浩，坐下聊聊。王主任的表情很严肃。最近工作还顺利吗？还行。有没有什么困难？陈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公司最近在做结构调整，可能会有一些人事变动。王主任的话说得很委婉，但意思很明确。什么变动？具体的还在讨论。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什么心理准备？就是工作岗位可能会有调整。陈浩明白了，他们要动手了。调整到哪里？这个还没定，可能是后勤部门。后勤部门，那基本就是打杂的。我的客户怎么办？会有其他同事接手。陈浩走出会议室的时候，心情很沉重。他回到位置，发现桌上放着一份文件，是华东集团项目的交接清单，上面写着交接人林薇。陈浩看着这份文件，3个月的努力就这样被人拿走了。他想起孙总说过的话，小陈，我就认你。也想起张总说的，小陈，你的方案最靠谱。这些客户是因为信任他才选择合作的，现在要把他们交给别人，会是什么结果？下午，陈浩收到林薇的邮件，邮件里列出了需要他配合交接的事项，语气客气，但内容冷漠。邮件最后一句话是，请在本周内完成所有交接工作。本周内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时间不多了。陈浩没有回复邮件，他在等待最后的结果。周4下午，公司开了全体员工大会，赵志强站在台上讲话。最近公司业务发展很快，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，我们决定对业务结构进行调整。台下的员工都在听着，调整的目的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避免个人色彩过重。陈浩知道这话是对他说的，具体的调整方案，各部门会陆续通知到位。会议结束后，大家都在议论，什么意思？小刘问，听起来像是要换人。老赵说，换谁？还能换谁？最近风头最盛的那个呗。大家都知道说的是陈浩。下班后，陈浩和小刘一起走出公司。陈哥，要不要喝一杯？算了，你别想太多。没想什么。如果真的，你有什么打算？陈浩停下脚步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第二天早上，陈浩发现自己的工位被重新安排了，从靠窗的位置调到了角落里。理由是办公室重新布局，新位置旁边是复印机，整天都有人来复印文件，很吵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陈浩一个人坐在角落，平时会主动和他聊天的同事，现在都有意避开。大家都感觉到了什么，但没人敢说出来。下午2点，林薇把陈浩叫到会议室，交接工作准备的怎么样？基本完成了。客户那边的联系方式都整理好了吗？整理好了，那就好。林薇很满意。下周开始，这些客户就由我来负责了。客户那边我打过招呼了吗？这个不用你操心，我会处理的。陈浩知道，林薇根本没有和客户沟通，他以为只要拿到联系方式，就能接手所有客户。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
林威问：“没有了，那就好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陈浩走出会议室，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。周五下午2点，赵志强把陈浩叫到办公室，林威也在。陈浩，坐下。陈浩坐在2人对面，气氛很紧张。赵志强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，公司决定对你的工作做出调整。什么调整？经过慎重考虑，公司决定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。陈浩看着赵志强，他早有预料，但听到这句话时还是有些意外。原因是什么？林威接过话题。你在华东集团项目中私自承诺了公司无法兑现的条件，这违反了公司规定。什么条件？价格优惠和付款周期，这些都没有经过公司批准。陈浩知道这是栽赃，华东集团的合同条款都是正常的。我可以看一下相关证据吗？证据我们都有。赵志强说，这个决定已经定了。今天下午你把工作交接一下，办好离职手续。交接给谁？林威会接手你的所有客户。陈浩站起来，我明白了。他走出办公室，同事们都在看着他，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陈浩回到座位，开始收拾东西。小刘走过来，压低声音，这样做太过分了。陈浩摇摇头，算了。他把个人物品装进纸箱，3年的工作，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纸箱。老赵也过来了。陈浩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还没想好，如果需要帮忙，随时联系。陈浩点点头，心里有些温暖。下午4点，陈浩办完了所有手续，他提着纸箱向门口走去。路过会议室的时候，听到里面传出声音，透过玻璃门，他看到赵志强和几个高层在开会，桌上摆着香槟。赵志强举起酒杯，终于清理了这个隐患，以后公司就太平了。林威附和，这种不听指挥的员工就应该早点处理。而且陈浩走了，那些大客户的提成就是我们的了。财务总监王会计也很兴奋，陈浩的底薪加提成，每个月要10几万，现在省下来了。其他人也举起了酒杯，祝贺公司发展越来越好。陈浩看了一眼，继续向门口走去。保安帮他打开大门。陈经理，以后还会回来吗？不会了。陈浩走出公司大楼，回头看了一眼。他在这里工作了3年，现在什么都结束了。会议室里，庆祝还在继续。赵志强很兴奋，没有了陈浩，客户只能跟我们合作，他们没有选择。林威点点头，而且这些客户关系现在都在我手里，他们想跑也跑不了。人事部王主任也举杯，这次处理得很干净，没有留下任何后患。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明智的决定。香槟一杯接一杯，气氛越来越热烈。赵志强说，明天开始，华东集团那边我亲自对接，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板。天成科技我来负责。林威说，张总那边我已经联系过了，博远贸易给老张，金石投资给小李，所有的大客户都被重新分配了，大家都觉得计划很完美。林威举起酒杯，没有了陈浩，我们的业绩会更好，客户会更听话。对，赵志强很赞同。之前那些客户太依赖陈浩了，现在他们必须学会适应我们的管理方式。王会计也很乐观，而且没有了陈浩，其他员工也会更加听话，不会再有人挑战管理层的权威。5点半，前台小张敲门进来，他的脸色有些慌张。赵总，有电话找你。谁的电话？华东集团孙总的。赵志强接过电话。孙总，你好。什么？为什么？赵志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
他挂了电话，对大家说：“华东集团要取消所有合作项目。”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。为什么？林薇问。话音刚落，电话又响了。这次是天成科技，接着是博远贸易，然后是金石投资。电话一个接一个，每个客户都是同样的消息：取消合作。所有人都懵了。赵志强脸色瞬间惨白，香槟杯掉在地上。林薇结结巴巴：“这怎么可能？我们什么都没做啊！”王会计的手开始发抖。这些客户怎么会同时？会议室里的香槟味道突然变得刺鼻，刚才的欢声笑语瞬间凝固，玻璃碎片散了一地。赵志强的手还保持着握杯的姿势。林薇瞪着电话，好像他是个怪物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财务总监王会计声音都变了。赵志强回过神来，赶紧给华东集团回电话：“孙总，我是赵志强。”“什么？”因为陈浩。孙总在电话那头说得很直接：“赵总，我们合作这么久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们选择你们公司，完全是看在小陈的面子上，他的专业能力和人品，我们都很认可。现在他不在了，我们也没必要继续合作了。孙总，我们公司的实力……赵总，别说这些了。小陈在的时候，你们的服务确实不错，但说实话，这主要是小陈的功劳。我们信任的是他，不是你们公司。那我们可以重新谈谈。”“不用了，我们已经决定了。而且小陈刚才给我打过电话，说他要自己创业，我们准备跟他合作。”电话挂了，赵志强的额头开始冒汗。林薇也在打电话给天成科技：“张总，我是林薇。”“什么？我们可以重新谈啊？”张总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：“林总监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之前合作愉快，完全是因为小陈的缘故。他做事认真负责，方案也专业。说实话，我们对你们公司的其他人不太了解。既然小陈不在了，我们还是另找合作伙伴吧。张总，我们的实力什么的，我们不太了解，我们只知道小陈的实力。”林薇挂了电话，脸色铁青。会议室里的气氛彻底变了，刚才的兴奋和得意，现在都变成了恐慌。王会计拿出计算器，手指颤抖着按着数字：华东集团800万，天成科技600万，博远贸易400万，金石投资300万，一共多少？赵志强问。2100万。这个数字让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公司全年的营业额也就5000万左右，一下子失去2000万的订单，意味着什么？大家都清楚。人事部王主任的脸色也变了。还有其他客户吗？林薇翻着电话记录，还有几个小客户。话没说完，电话又响了，是润达科技。林薇接通电话：“刘总。”“什么？你们也要取消？”“对不起，林总监，我们听说小陈离职了。说实话，我们合作主要是信任他，现在情况变了，我们也要重新考虑。”又是同样的理由。接下来的半小时，电话接连不断。恒泰集团取消了，盛达贸易取消了，连几个小客户也都打电话过来，表示要终止合作。会议室里彻底乱了，几个高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赵志强坐在椅子上，脸色苍白如纸。半个小时前，他还在庆祝清除了隐患，现在这个隐患的离开，几乎要了公司的命。林薇试图挽救局面：“我们给客户打电话，解释一下情况。”“解释什么？”王会计苦笑：“人家说得很清楚了，他们信任的是陈浩，不是我们。那我们把陈浩请回来。”这句话一出口，林薇就后悔了。赵志强瞪着他：“刚才是谁说要清理隐患的？现在又要请回来？
可是什么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会议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大家都明白了一个事实：陈浩不是隐患，他是公司的生命线，而他们亲手切断了这条生命线。王会计忽然想起什么，还有个问题，这些取消的项目，有些已经预付了定金，如果合同终止，我们要退钱，多少钱？赵志强问。大概400万左右。又是一个坏消息，大家都知道，公司的流动资金并不多，退掉400万，资金链就很紧张了。6点半，赵志强终于鼓起勇气给陈浩打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。陈浩吗？我是赵志强。赵总，有什么事？陈浩的声音很平静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是这样的，下午的事情可能有些误会。什么误会？赵志强擦了擦汗。关于你违规操作的事，我们重新调查了一下，发现可能是理解错了。陈浩没有说话，所以公司希望你能回来继续工作。回来工作？对，还是原来的职位，薪水还可以再谈。陈浩笑了一下。赵总，我已经被辞退了，手续都办完了。那些都可以重新办，只要你愿意回来。不用了，陈浩打断了他，我已经有新的打算了。什么打算？自己开公司？赵志强愣了一下，自己开公司？对，手续已经在办了。那客户关系？客户的事不用你们担心，刚才几个客户都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他们愿意支持我的新公司。这话让赵志强心里更慌了。陈浩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，回来吧，待遇好商量。赵总，我觉得没必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再被人背后捅刀子了。这话说得很直白，赵志强无法反驳。陈浩，我知道之前可能有些误会，不是误会，是故意的。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？陈浩的声音有些嘲讽。重新开始，让林威给我使绊子，重新开始，让你们找理由辞退我。不会的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赵总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赵志强说不出话来。就这样吧，赵总，祝你们公司发展顺利。电话挂了，赵志强拿着手机，脸色更加难看。林威试探着问，他怎么说？他拒绝了。那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赵志强有些恼火。这时，王会计又发现了新问题。赵总，还有件事。什么事？刚才我查了一下账目，这些客户取消合作，不仅要退定金，还涉及到违约赔偿。多少钱？加起来可能要600万。这个数字让大家更加绝望。公司的流动资金根本不够赔偿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赵志强问。除非陈浩能帮我们挽回这些客户。王会计说，他已经拒绝回来了。那就没办法了。会议开到晚上8点才结束，大家都没有吃晚饭的心情。赵志强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桌上还摆着下午庆祝时剩下的香槟瓶，现在看起来特别刺眼。他想起下午自己说的话，终于清理了这个隐患。现在看来，真正的隐患是他自己。第二天是周末，但赵志强还是来了公司。他要想办法挽救局面，但是能做的事情很有限。客户都已经下定决心了，而且陈浩也拒绝回来。下午，赵志强接到了股东的电话。赵总，听说公司出了问题，是大股东王董，有一些小问题，正在处理。什么小问题？我听说大客户都跑了。赵志强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具体情况比较复杂，不管多复杂，你都要给我一个说法。明天上午开股东会，你准备一下。电话挂了。赵志强知道更大的麻烦来了。1周后，陈浩的新公司正式注册成立。
公司名字叫诚信商务咨询，地址选在原公司对面的写字楼里，办公室不大，但很整洁。华东集团的孙总是第一个拜访的客户。小陈，恭喜你开公司。谢谢孙总，上次的项目我们还是想继续合作。没问题，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陈浩拿出一份合同，条款和之前差不多，但价格便宜了10%。为什么便宜了？孙总问。新公司开业，给老客户的优惠。孙总很满意，这样更好。说实话，跟你合作我们更放心，你做事认真，不像有些公司光会玩虚的。签完合同，孙总说：小陈，我有几个朋友也在找合作伙伴，改天介绍给你认识。好的，谢谢孙总。不客气，做生意就要跟靠谱的人合作。下午，天成科技的张总也来了。小陈，新办公室不错啊，刚起步，比较简单，简单点好，务实。张总环顾四周，我最不喜欢那种装修的花里胡哨的公司，看着就不踏实。张总，我们的合同早就准备好了。张总拿出一份文件，还是老价格，你的服务质量我们信得过。然后是博远贸易的李总。小陈，听说你自己开公司了？是的，好事啊，早就应该自己干了。跟我们合作这么久，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在眼里。谢谢李总信任。什么信任不信任的？生意场上就看实力，你有实力，我们当然愿意合作。1天时间，陈浩签了4个合同，总金额超过1000万。晚上，陈浩的电话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请问是陈浩陈总吗？我是恒泰集团的采购部经理，听孙总介绍，想跟你们合作一个项目，又是新客户。什么项目？具体的我们见面谈。明天有时间吗？有时间。挂了电话，陈浩笑了。创业第1天就这么顺利，超出了他的预期。与此同时，原公司的股东会正在进行，几个股东的脸色都很难看。赵总，你怎么解释现在的情况？大股东王董问。这个情况比较复杂。什么复杂？我听说是你们把最优秀的业务员给辞退了。赵志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当初为什么要辞退陈浩？他违反了公司规定。什么规定？证据呢？赵志强拿不出证据，因为根本就没有证据。林威在一旁小声说：陈浩确实有些不听指挥。不听指挥？王董看着他，业绩第1的员工不听指挥，那听指挥的员工业绩怎么样？林威说不出话来。另一个股东也开口了：赵总，我们投资这个公司是为了赚钱的，不是为了看你们内斗的。王董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？客户都跑光了，怎么重新开始？我们可以开发新客户。开发什么新客户？你们连老客户都留不住，还指望开发新客户？股东会开了3个小时，最终决定赵志强和林威被免职，公司要么关闭，要么重新找人管理。走出会议室的时候，赵志强和林威都很狼狈。1个月前，他们还在庆祝清除隐患，现在他们自己成了被清除的对象。都怪你，林威对赵志强说，如果不是你要搞掉陈浩，怪我。当初是谁说陈浩不听指挥的？两人在走廊里争吵起来，路过的员工都在看着他们。3个月后，陈浩的公司已经搬到了更大的办公室，员工从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了20多人，业务范围也扩大了。除了原来的几个大客户，又新增了10几个合作伙伴。小刘现在是销售经理。陈哥，又有新客户要来谈合作。什么公司？
西南地区最大的贸易公司，说是听朋友介绍的，安排一下吧。好的。对了，还有个事。什么事？有投资公司想投资我们。陈浩笑了，发展这么快，连投资人都找上门来了。是啊，现在每天都有新客户咨询，那就安排见面吧。小刘走后，陈浩继续工作。华东集团的孙总指着投影屏幕上的数据：小陈，这个季度的合作效果比预期好很多，主要是大家配合的好，不，主要是你的方案做的专业。孙总很认真地说：说实话，我们合作过很多公司，你们是最靠谱的。会议结束后，孙总说：小陈，明年我们计划扩大业务规模，到时候项目会更大。没问题，我们也在扩大团队。那就好。孙总握握手，跟你合作，我们放心。送走孙总，陈浩回到办公室，桌上放着今天的报纸。财经版有一则消息，某商务咨询公司因经营不善正式宣布破产。那正是他原来工作的公司。陈浩看了一眼，没有太多感觉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他现在要考虑的是未来。电话铃声响起，陈总，我是恒泰集团的，上次谈的那个项目，我们老板决定跟你们合作。好的，什么时候签合同？明天下午可以吗？可以。挂了电话，陈浩看着窗外，对面的写字楼里，原来公司的办公室已经贴上了招租广告。1年前，他还在那里为别人打工，现在他有了自己的事业，而且发展的比想象中还要好。手机响了，是条短信，发信人是小刘。陈哥，明天有3个新客户要来谈合作。陈浩回复：好的，把资料准备一下。他放下手机，继续工作。外面夕阳西下，新的一天即将结束，但对他来说，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。窗外，那栋对面的写字楼里，招租广告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刺眼。陈浩想起3个月前赵志强开香槟庆祝的场景，现在看来，那真是个讽刺。他们以为清除了隐患，其实是挖掉了根基，而他从那个根基上重新生长，长得比原来更加茂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